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出埃及进旷野的第二个单元，为旷野表白。在神的子民从埃及出走以后，神紧接着就吩咐他们进入旷野，而我们对旷野的印象多半是负面消极的。但是我们若仔细研读圣经，并且有正确的经历，我们就要看见旷野在神的旨意中其实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，在神子民跟随神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。那么神到底是如何利用旷野来完成他的心意呢？我们对旷野的经历和态度又该如何呢？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，神吩咐他们进入旷野。红海把世界和旷野清楚地分开来了，这就说出为着完成他自己的旨意，神必须让他的子民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范围，一个完全与世界分别的领域。达到旷野需要走3天的路程，这说出旷野不仅是一个完全与世界分别的领域，更是一个在复活里的领域。在旷野里，那里没有世界的供应，没有世界的影响，没有世界的贿赂，但是神自己却做了他们的供应和享受。从神一面来说，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幅清楚的图画，详细地描绘了神如何利用旷野来预备他的子民，使他们脱去旧造，被重新构成，进而进到美丽的全部经过。世界的系统给人提供了肉体的享乐，它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人放纵他的肉体，使人完全的被败坏，来挫败神的旨意。旷野与世界却截然不同，它有一种独特的灌溉系统，就是神用他的自己做活水和属天的玛拿来灌溉并喂养他的子民，好使他的旨意不落空。借着这样的预备，神才能在旷野里启示他永远的旨意，就是在地上要建造他的居所。旷野也是神训练他子民的地方，神借着云柱火柱的引导，神的子民就渐渐的学习认识，来跟随神的带领。此外，旷野也是一个神变化他子民的地方。40年的旷野漂流，神的子民在神量身定做的环境里被暴露，并借着认识自己的败坏真相，使神得以除去他们身上的所有的天然、宗教和悖逆的旧人，来得着魂的变化。然而这个变化不但得不到世界的认可，反而是世界嗤之以鼻的，因为世界享乐的价值观就是要鼓励人放纵肉体，跟人在渴望生命里长大成熟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。今天的教会生活可以比喻作旷野，我们若不与世界分别，并且活在复活里，就是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就绝找不到旷野的入口，来进入旷野。若不在旷野里，我们就得不着活水的灌溉和玛拿的供应，也无法经历神的引导，更不能学习跟随他的带领，也看不见他为我们预备的环境乃是为着我们的长大成熟，就是我们魂的变化。更不要提我们能听见并且得着关于神旨意的启示，就是他的居所。在旷野里，世界和它产生的影响平静了，世界所给予的方便止息了，世界嘈杂的喧哗也不再有了。在这里，神的声音是清晰的，神的引导是清楚的，神子民的方向是确定的，神子民的成熟长大是可以期待的。在这里，
我们呼吸天上的空气，享受属天的灌溉，学习单纯的、绝对的依靠我们的神。旷野的生活是神子民向着世界终极气绝的见证与宣告。对于神的旨意，我们绝不委屈。旷野啊，旷野，我们从前都错待了你。你其实是那个我们从埃及出走以后就该期待的地方。如今我们拥抱你，因为你是神所命定神子民进入美地的必经之路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